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12月15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2月1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59.25，收盘价是156.80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价是在161.62，最低价是在155.31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6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1.407亿股。那虽然我们会看到它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，但它依然是爆大量，因为我们会看到在前几个交易日最大的成交量应该是在1亿股左右。对，那对于12月14日，我们依然认为它是抱有大的成交量。好，我们来看 KD 值，KD 值是开口不变，双线是继续下行。那这样的信息啊，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增大，双线是下行。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空头的趋势，也就是空头的趋势在继续增强。好，我们来看 K 线信息。在12月1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啊，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。那出现这个现象啊，这是股价继续下跌的信号。那我们在这里啊要特别警惕，会再继续出现一根长红 K 线。那再出现一根长红 K 线呢，我们会看到，与前两个交易日会形成一个一星二阴的下跌的 K 线组合。那通常在一星二阴的下跌的 K 线组合之后啊，还会有新低的出现。对，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警惕会出现一根长红 K 线。对，那我们也关注到，从 K 线信息啊，我们也看到连续2个交易日啊是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的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啊，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横盘，也就是说，一旦出现横盘，会有向上反弹的可能。对，那通常在抱有大量的下跌 K 线之后啊，如果在接下来的1到3个交易日股价不再下跌，那么通常它都会有一波反弹。好，以上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2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第一个可能会出现横盘，收盘价会在164。另外一个可能呢是股价会出现反弹，也就是说收盘价会在170。那实际在12月14日收盘价是在156.80，那出现了下跌，并且呢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低。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啊，这给出了继续下行的信号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。在12月15日股价如果下行，第一个目标一定是前低是155.31。我们把这条水平线下移。好，这是它的第一个目标。然后接下来的目标呢，我们把日 K 线图缩小，在下方是有一个缺口的。那这个缺口我们会看到，它是在2020年，
我们把它放大，在2020年11月16日到17日，也就是2020年11月17日，出现了一个跳空的高开盘而留下的这样的一个缺口，是在134到144之间。那我们说股价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前低之后，就是要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。好，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在这个位置呢，我们说下方我们加一条水平线在144这个地方。我们变换一下颜色。那我们说股价一旦跌破前低，它的目标一定是要回补下方的缺口。那在这个区间之内啊，150将会成为一个支撑。好，那么我们刚才从 K 线信息的解读啊，说要警惕在这个地方啊会出现一个一星二阴，也就是在这儿出现一个长红 K 线。那一旦如果出现这样一个一星二阴的下跌 K 线组合的架构呢，那日后必有新低的出现。所以我们说在12月15日啊，一旦出现长红 K 线，那在接下来交易日一定会回补这个缺口。对，好，那这是股价的下行。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，或者叫反弹。说股价反弹的目标当然就是要站上前高和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。那5日均线值呢，我们测算是在162到165之间，在这个区域内。那么我们加一条水平线在165，也就是我们加在5日均线值的上限。好，好，我们再去除这条红颜色线。那么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。那在这里边啊，它如果出现反弹，前高啊将是一个压力位。对，好，也就是在161附近这个位置。好，那我们说股价如果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呢，我们说它才能够出现继续反弹的走势。那上方的目标一定是要站上这根红 K 的最高是在175。我们把这个水平线下移到175。好，这是它的如果站上5均值之后的目标。当然，我们说如果能够股价最终能站上175呢，上方就会目标就是182，也就是吃掉自12月9日以来的这个下跌。对，实际上我们说，如果股价在日后啊能够站上175，我们看到在12月13日的这根长红 K 线，它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。那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这一点呢，我们说股价将会出现一波反弹的走势，而且应该是非常强势的反弹。对，好，那这是股价的上行。那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对于12月15日在盘中，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个点，我们加一条线，就是前高，我们变成红色线。对，说股价如果能够站上前一日这个小红 K 线的最高，那我们说股价将会出现反弹的走势。对，
那下方呢，我们要特别关注前低155.31，只要股价收盘继续跌破前低，我们说股价将会出现继续下行的走势。对，好，那如果我们说股价既在下方啊，既不跌破155，上方也不超过也没有站上5日均线值，我们说它将会在155到165之间进行横盘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2月15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加上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。第一个压力区间是在161到165之间，是在这个区域。那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很重的压力位。好，那接下来再向上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在171到173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然后第三个压力位是175到177，177是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，是在这个区域。那当然再向上，第四个压力位是182.5，是12月9日 K 线的最高。好，这是上方的压力。下方的支撑，第一个是前低155.31，然后是150，它是一个整数关口，这是第二个支撑。第三个支撑呢，就是这个缺口是从144到137之间，在下方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2月1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第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会出现止跌横盘。如果出现止跌横盘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55.50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65，收盘会收在160附近。对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可能会继续下跌。那股价如果继续下跌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甚至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最高会到达155.50，对，在这个区域，然后最低下方会到达145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会收在147附近，那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呢，是有条件的，也就是当日它必须是一个低开盘或者跳空的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157的。那满足了这个条件，股价才会出现这样一根下跌的长红 K 线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12月1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